迪丽热巴空降家居城，五官锋利，皮肤紧致，与连病仨月状态差别大。在您开始阅读之前，诚挚邀请您参与互动，通过评论、收藏与关注表达支持。这不仅是分享与交流的起点，也能让您拥有更深的融入感。每一篇内容的诞生都凝聚心血，您的认可我们无比珍视。南京红星美凯龙的活动现场因迪丽热巴的登场而瞬间点燃热情。她以一身深邃的黑色装扮亮相，高束的马尾搭配一抹鲜艳红唇，神采飞扬，状态极佳。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几天前，她的健康状况还频频告急。直播画面中，烈日当空，光线强烈。迪丽热巴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遮阳伞后，并未独自享用，而是不动声色地向身旁的女主持人靠拢，悄然将伞倾向对方头顶。她全程沉默无言，任由半边身子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一举动细腻而自然。网友们目睹此景，纷纷感叹这份深植于心的修养实在动人，于细微处现真章。从先前活动中频频咳嗽、面容疲惫，到如今活动现场的容光焕发，她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变的？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迪丽热巴当前的精神面貌。即便在高清特写镜头下，她的肌肤依然细腻光滑，轮廓分明的五官不现病容，丝毫看不出此前曾受疾病困扰。回溯上月，她出席乌镇互联网大会时，言语间不时夹杂咳嗽，中途还需借纸巾轻拭嘴角以作掩饰。更早的10月底品牌直播中，咳嗽症状更为明显，说不上几句话便需低头掩口，握麦克风的手指因用力而关节发白。粉丝们心疼不已，甚至在网络社群发起强制休息倡议，呼吁工作室暂停他的全部工作安排。如今看来，短暂的休整确实成效显著。迪丽热巴的这场病痛，实则拖延已久。早在9月初，咳嗽便已出现端倪，团队最初仅以普通感冒视之，未料竟逐渐加重为支气管炎。直至11月10日，她在剧组历经18小时通宵拍摄后，突发剧烈咳嗽致昏厥，紧急送医后方确诊病因。工作室于次日发布的住院声明中透露，医生诊断结果为急性支气管炎引发的呼吸道痉挛，并建议至少卧床休养2周。医生严肃警告，若继续超负荷工作，恐有诱发哮喘的风险。事实上，近2年迪丽热巴的身体屡次发出警报。2024年春晚彩排期间，她不慎摔伤导致骨裂，却仍强忍剧痛完成舞蹈表演后才前往就医。去年拍摄《利剑玫瑰》时，她于严寒中身着短袖警服，在雨中浸泡整日，收工后便高烧至39度。今年情况更为严峻，据粉丝统计，仅2025年她便飞行了127次，平均每3天辗转一座城市，最久曾连续工作21小时未曾合眼。此番病倒，实为长期身体透支的必然结果。类似情形在演艺圈屡见不鲜。赵露思去年因抑郁症加重需依靠轮椅出行，白鹿今年8月体重骤降至86斤，却查不出具体病因，皆因高强度工作所致。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艺人想要获得休息远非易事。在资本视角中，明星的首要属性是盈利工具，其次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不过，迪丽热巴此次状态回升，除休养的以外，亦离不开她持之以恒的自律精神。她曾在访谈中提及，无论工作多繁忙，始终坚持体育锻炼，即便凌晨收工也会抽空进行半小时拉伸训练。饮食方面更是极为克制，长期保持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膳食结构，连饮用奶茶也仅选择3分糖度。谈及此处，不得不提迪丽热巴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红毯造型。从2023年星光大赏的复古赫本风黑裙，到今年 W 盛典上璀璨夺目的鎏金礼服，每次现身皆能引发网络热议。特别是今年的战袍，裙摆镶嵌3万颗水晶，却轻盈如雨，堪称匠心独运。
据造型师事后透露，为完美驾驭这条华服，迪丽热巴提前3个月便开始进行体态训练，连步态姿势都经过反复镜前调整。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追求，恰与她对待专业工作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拍摄《利剑玫瑰》期间，为塑造好打拐女警角色，她特地前往派出所实习，随同民警出警巡逻。某场审讯戏份中，她连续3日睡眠不足，眼中布满血丝，仅凭一句“你女儿在3年级2班”的台词，便彻底击溃罪犯心理防线。导演在采访中透露，当时迪丽热巴实则正发着39度高烧，却仍坚持跪在水泥地上完成长达4小时的拍摄，杀青后直接虚脱倒地。导演感慨道：“那已超越表演范畴，而是她与角色完全融为一体的真实呈现。”眼下，迪丽热巴的新作《萧启清壤》即将播出，她将诠释一位能与古董交流的神秘女子。从已释出的预告片判断，无论是武打场面还是情感戏码，皆充满震撼力。或许这次病中休整，反而赋予她更多沉淀与内省的空间。演艺圈犹如永不停歇的巨型机器，每个人都担忧停不及被替代。但迪丽热巴的经历印证，适时暂停未必是坏事，健康才是事业的根基，这一真理放诸四海皆准。期盼此次她能真正将健康置于首位，毕竟粉丝最愿见到的，永远是那个生机勃勃的迪丽热巴。最后值得深思的是，艺人同样血肉之躯，会疲惫也会染恙，我们不应将其神化，更不该以敬业之名绑架其健康。正如网友所言，与其颂扬带病工作的悲情，不如给予他们正常休憩的权利。唯有保持长久活力，以更多优秀作品回报观众，才是对支持者最真挚的回应。在南京红星美凯龙的活动现场，迪丽热巴以一身利落的黑色造型惊艳亮相，五官锐利，皮肤紧致，气场全开。谁能想到，短短数周之前，她还因急性支气管炎倒在片场，被医生紧急送医治疗。从憔悴虚弱到光彩夺目，这不仅是身体状态的恢复，更是职业精神与自律能力的再次证明。迪丽热巴用行动向观众展示了何为真正的专业演员，也交出了一份令人深刻的新答卷。事实上，这次病倒并非偶然。过去几年，迪丽热巴始终保持着高密度、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飞行次数高达127次，连续工作21小时不合眼，39度高烧坚持拍摄《利剑玫瑰》，骨裂仍完成春晚舞台，这些不仅是数字，更是对她职业态度最真实的注脚。但即便在如此透支的状态下，她依旧在公众面前保持最佳仪态。此次活动中，她将遮阳伞悄然倾向身旁的女主持人，仅以细微动作展现出根植于内心的修养，这也让无数网友感叹：真正的教养从不需要刻意展示。双引号，短暂休整后的迪丽热巴状态恢复之快令人惊讶，却又在情理之中。多年来，她始终坚持严格的自律，不论在晚收工都坚持拉伸训练，饮食清淡有序，对造型与角色的要求近乎苛刻。正因如此，当她在高清镜头下再次亮相，才能以近乎完美的状态证明自己并非流量依赖，而是靠实力与毅力稳步前行的真正演员。回顾她过去2年的作品，从《利剑玫瑰》中坚韧果敢的女警，到另一种蓝中挑战双生角色的深度心理戏，再到即将播出的《萧启清壤》中的神秘古董师，迪丽热巴正悄然完成自身的转型升级。她不再只是红毯上的耀眼明星，而是逐步成为业内认可的实力派新阶段代表。更重要的是，她以自身经历提醒公众，演员也是血肉之躯，不应被敬业与完美绑架。她的恢复是自律的胜利，也是对行业现状的一次无声反思。当她以更加健康、强韧的姿态回到舞台，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外在光芒，更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在困境中沉淀成长的真正艺术工作者。迪丽热巴的这次重生，
不只是身体的康复，更象征着事业的再出发。他以坚韧、专业与自律，向观众证明了他不仅拥有令人惊叹的美貌，更具备罕见的职业深度与艺术厚度。可以预见，在未来的银幕与剧场上，他将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为观众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作品。他的每一次亮相，已不仅是美的盛宴，更是对职业尊严与艺术追求的最佳诠释。女顶流迪丽热巴到底扛不扛剧？萧启清嚷播了几天，南风就在不同社交平台看了几天大家关于迪丽热巴到底扛不扛剧的讨论。眼瞅着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扣上的帽子也越来越狠，什么美剧粉盘，打不过95花，唯一无女主爆剧的女顶流，各种声音都冒了出来，一波接一波，根本停不下来。粉丝那边呢，也像是提前进入了晚尊模式，一套组合拳早已就位，在各大评论区线招拆招、反黑、控评、数据维护三线并行，应对的密不透风。咬死萧启清嚷题材太过冷门，先天就不具备爆款的，反复强调几乎空降开播，平台根本不给活路的，直接主张迪丽热巴到了这个位置，早就不需要用爆剧来证明自己了的。主打一个逻辑闭环，坚不可摧。但萧启清嚷的表现真差到了需要这样大动干戈的地步吗？倒也不至于。站内数据其实不算差，开播前预约量超400万，算是有个不错的开局。11月22日在腾讯视频上线后，6分钟热度破2万，1小时冲到2万5千，直接把平台2025年现代剧的最快纪录给破了。访问量大到什么程度？连服务器都给整卡顿了，官方不得不紧急扩容才稳住。社交平台这边热搜也没少上，开播12小时，全网话题词条累计840个，还把话题阅读量干到了15亿。其中迪丽热巴打戏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顶热搜，衍生二创内容超过5000条，传播效果算是立住了。海外成绩单也拿得出手，版权卖到115个国家和地区 ，Netflix、WeTV 同步更新。开播2分钟，海外播放量就破亿，挤进 Netflix 全球日榜第2，在澳大利亚、越南、美国这些地方还登了顶。没想到中式奇幻的设定老外还挺买账。不过口碑这块是真的在打架，豆瓣还没正式开分，短评区已然撕成了修罗场，夸的骂的阵仗都不小，火药味拉满。一边是直接封神的盛赞，有人直接把捏九罗夸成艺术与杀戮的完美平衡，剧情诡谲连绵，单刀直入，没有不看的理由。纯路人也狠狠共情，说是继司藤后尾鱼 IP 改编的又一佳作，前4集娓娓道来，镜头感能带来心跳刺激。打戏更是被直接封上年度最佳，清一色好评，夸今年电视剧最精彩的打戏，最利落的人物是热巴贡献的，成家班指导的与镰刀战场镜头，雨中40秒连劈招式又飒又狠，战损装圈粉无数。迪丽热巴本人也被反复肯定，黑衣造型贴合风刀人设，原声台词加持代入感强，和男主的 CP 感更是意外出圈。剧集质感同样能打，云南、广西溶洞实景搭建融进敦煌壁画美学，影院及光影构图远超绿幕，古代异兽加现代城市，地上地底对立的世界观也让观众觉得新鲜又有吸引力。另一边则是大量一星差评集中轰炸，骂的那叫一个整齐划一。原著党怒气值彻底爆表，不仅狂喷人设崩塌，主线砍半，40万字原著被魔改时间线，爱及催命的宿命感全被稀释，更有龙骨焚香书愤怒对魔改台词，该道歉，直言尾鱼小说的魂都被改没了。剧情节奏是重灾区，不少人吐槽前3集无聊到打瞌睡，必须开 1.25 倍速看，支线冗余，铺垫又臭又长，3集过去还摸不清主线。男女主撞车晕倒被批油腻多余，女主能直接制敌却硬加笑喘戏，和大杀四方的预期严重不符。制作层面也没少遭到诟病，
镜头语言被批故弄玄虚，暗黑滤镜本想营造电影感，结果夜戏乱七八糟，根本看不清。还有人吐槽导演拍得太行活，剪辑摄像全都平平无奇，都市志怪该有的奇观和浪漫氛围全没有，白白浪费了贴脸的演员，落得个女美男帅，剧情让位的评价。Anyway， 跟那些播了等于没播，从头到尾都激不起一点水花的剧比起来，萧启清嚷数据、热搜、海外成绩一样没落下，至少算是有声有响。要是他真的保持住了这个势头，或许现在就是另一番景象。但很可惜，他没有。开播初期的热度过后，剧集在黄金时段出现了非常规的负增长，工作日白天时段的热度也持续回落，一度跌破2万的基准线，引发了关于剧集真实热度的讨论。特别是伴随着粉丝云包场等现象的出现，很多网友猜测这波热度掺了不少水分，真实观众压根没留住多少，全靠着粉丝硬撑场面。而平台的后续操作更是坐实了这种观感。先是腾讯将爱看俱乐部达标线从28000下调至26000，被外界解读为给这部 A 加极具数据放水，但实际上好几个月前达标线就下降了。随后大量云包场又导致热度呈现短时冲高后急速回落的鬼打墙现象，仅23点整至24点整的跌幅就达2800，其余剧大部分在2400、2500左右。再加上平台采用锁 V 策略限制路人观看，一直到今天才限免前2集，原本依赖口碑发酵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几番操作下来，数据的水分彻底点燃了观众的批判欲。其实换一部普通剧集，同样的数据走势或许根本掀不起这么大风浪。萧启清嚷之所以被架上审判席，说白了还是女顶流加尾鱼大 IP 这双重光环惹的祸。从一开始，期待值就被拉到了非爆不可的高度。迪丽热巴的国民度，尾鱼的原著底盘，再加上单集1200万的制作预算和河神导演操刀的招牌，所有人都默认这该是年度剧王的候选。结果呢？播出后首播市占率 6.7%， 次日翻倍到 11.9%， 成绩算不上拉胯，但离大众期待的现象级水准确实还有不小差距。这种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在围观群众眼里，基本就跟扑了没啥两样。再往下看，剧方那套未播先吹的宣发更是犯了众怒，硬生生把观众的好感提前透支了个干净。剧还没站稳脚跟，萧启清嚷还给内娱留了3天时间。萧启清嚷真剧王要来了这种话题就锣鼓喧天地安排上了，甚至不惜拉出过往爆剧强行对标。一通操作下来，路人观感能好才怪。剧还没品出味儿，牛就先吹上天了。那你吹得越狠，大家审视的眼光自然就越苛刻。更何况迪丽热巴作为一线女演员，本就处在舆论的绝对 C 位，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无限放大，反复审判。圈里那么多对家虎视眈眈，一家第一句质疑都能把这部剧阴了。萧启清嚷高开低走的走势，正好成了数据注水、演技争议、营销反噬的集中出口。几波节奏一带，审判的声浪想不铺天盖地都难。不抗拒不过是争议的冰山一角，更密集的炮火早就从各个角度铺展开来。挑剔演技模式化的声音此起彼伏，审判皮肤状态的更是拿着4K耳闻特写逐帧分析。就连粉丝群体也没能逃过这场围剿。咋说呢？眼下的萧启清嚷处境确实有些微妙。你说他爆了吧，后续乏力的数据和2集的口碑摆在那儿，离真正的剧王相去甚远。可你说他扑了吧，那些实打实的开局记录、海外成绩和社交平台上的热议，又证明他绝非无声无息。他就这么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笔下绰绰有余，但离众人最初的期待又差了一口关键的气。粉丝的挽尊和对家的唱衰，都把这部剧架在了一个过高的审判台上。但跳出粉黑大战的漩涡，对大部分路人观众而言，
它或许就是一部开局惊艳，中期略显疲软，亮点与槽点都格外突出的普通但制作尚可的剧集。南风还是觉得，现在就对它下扛不扛剧的最终定论，有点为时过早了。一部剧的最终评价，不仅在于开播时的声量，更在于它能否靠后续剧情稳住基本盘，甚至实现低开高走。究竟是高开低走坐实争议，还是能稳住口碑挽回颓势？不妨再让子弹飞一会儿。在喧嚣与质疑之上，迪丽热巴以实力回应，她从未辜负角色。在萧启清嚷开播后，关于迪丽热巴到底扛不扛剧的讨论在各大平台迅速升温，一时间质疑声、争吵声与情绪化的评论层层叠叠，将这位国民度极高的女演员推上了舆论风口。然而，当情绪降温、喧嚣散去，真正值得被讨论的，或许从来不是标签，而是迪丽热巴在剧中展现出的扎实功底与难得的职业态度。从开播数据来看，萧启清嚷并非无声无息，预约量破400万，上线数小时便刷新平台纪录，连续多日霸榜热搜，海外同步播放量破亿，这些成绩足以证明迪丽热巴的吸引力从未缺席。所谓扛不扛剧，如果以传播度、讨论度与商业表现衡量，她无疑已经交出了一份足够亮眼的答卷。更重要的是，迪丽热巴的表现并未被流量带偏，反而让观众看到了她在角色塑造上的成熟与突破。无论是风刀聂九罗的狠厉凌厉，还是被命运裹挟的脆弱瞬间，她都处理得收放自如。原声台词的使用增强了角色的代入感，与临场镜头的打戏则让人看到了她训练背后的高强度投入。在高强度武戏与情绪戏并存的角色中，她选择了最难的路线，却交出了最稳定的表现。可惜的是，在剧情节奏争议、原著党不满、滤镜与剪辑问题等多重因素叠加下，许多批评被无意识地转移到了演员身上。过高的期待、早期过度营销、粉圈反噬这种舆论环境对任何一位一线演员来说都极不公平。演员从来无法决定剧本如何修改、镜头如何剪辑、宣发如何运营，但他们往往却成为争议的第一承受者。从职业角度而言，迪丽热巴已经把属于演员那部分做到了最好。情绪细节可信，肢体控制利落，镜头表现成熟稳健，她呈现出来的人物质感，远比外界的噪音更值得被看见。更何况，在同档期作品竞争激烈的当下，她能够依靠自身表现获得大量路人好评，本身就说明了她的市场号召力与作品穿透力。真正的评判最终会回到作品与角色本身。迪丽热巴并非被数据显示出来的流量泡影，而是一位正在不断扩展戏路、提高密度、追求作品质感的演员。喧嚣终将散去，但她在镜头里留下的那些有力量的瞬间，才是观众愿意一再回看的理由。在争议声四起的当下，也许我们更应该给予演员应有的尊重与耐心。迪丽热巴扛不扛剧？或许她已经用作品本身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当33岁迪丽热巴遇上29岁陈星旭，才明白为何说 CP 感是门玄学。萧启清嚷一经亮相便迅速风靡网络，仅用3天时间便创下5亿播放量的佳绩，与之相关的讨论热度更是突破50亿大关。令人颇感惊奇的是，主演迪丽热巴与陈星旭虽相差4岁，且此前毫无交集，却因在剧中的默契配合引发广泛热议，迅速登上热搜榜单。由2位演员名字组合而成的话题，在1天之内阅读量便超过8亿次，热度惊人。这对崭新的搭档究竟凭借何种魔力，能够瞬间颠覆观众的既往认知，营造出如此强烈的角色吸引力？角色互动迸发火花。剧集围绕雕塑家聂九罗展开，他身为缠头军一脉风刀的继承人，身不由己被命运推入漩涡中心。而出身优渥的严拓，因亲人遭受的消迫害，决心暗中追查事件真相。二人从最初的误解对立，逐渐发展为携手抗敌，
共同揭露的萧借助女娲肉追求永生的秘密，并与反派角色林喜柔展开激烈较量。迪丽热巴所扮演的聂九罗，浑身散发着风刀传承者的清冷气质。他原本过着离群所居的平静生活，直到陈星旭饰演的严拓出现，才打破了这份沉寂。作为改编自尾鱼小说的典型双强设定，聂九罗的果决刚毅与严拓的内敛持重碰撞出独特的戏剧张力。在朦胧的光影交织下，他们每一个交汇的眼神，每一句轻声的对话，都蕴含着超越台词本身的深刻羁绊。两位演员均拥有立体鲜明的五官特征，同矿石带来强烈的视觉享受。迪丽热巴轮廓分明的眼眸与鼻梁，配上陈星旭硬朗的面部线条和坚定目光，宛若从二次元走出的完美角色，赏心悦目程度极高。聂九罗的干脆利落与严拓的默默守护相互映衬，没有过分甜腻的刻画，却让观众清晰体会到强者之间相互倾慕的悸动。戏外默契引发热议。若说剧中的情感呈现尚可归功于剧本设定，那么戏外的自然互动则彻底征服了广大观众。在某次公开活动中，身着银色修身长裙的迪丽热巴与一身经典黑色西装的陈星旭并肩亮相，媒体纷纷形容二人如同童话中走出的王子与公主，交流举止大方得体，画面十分和谐。在剧组拍摄期间，陈星旭主动担任起迪丽热巴的动作练习伙伴。因剧情包含大量武打场面，他耐心协助他对戏排练。一次排练中，迪丽热巴不慎误伤对方，陈星旭立即温声安慰：“不碍事，热热，只是碰到腹肌而已。”这番对话引得网友调侃：“怎么一遇到热巴就变得这么温柔？”在拍摄一场水下戏份时，考虑到迪丽热巴对水的畏惧，陈星旭毫不犹豫地跃入冬日的冷池中相伴。他不断安抚她的情绪，连声劝慰不用着急，甚至对催促的导演组直言：“不要催他。”一向以稳重形象示人的他，在迪丽热巴面前却会不经意流露出俏皮的一面。即便参与综艺录制，陈星旭的目光也总会不由自主地追寻她的身影，眼中含笑。这些未经设计的自然举止，向观众展现了二人超越普通同事的深厚默契，突破既往塑造新意。纵观两位演员的演艺历程，此次合作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突破。迪丽热巴以往塑造的情感关系，多数处于被呵护的位置。无论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与高伟光搭档的东华凤九组合，还是《长歌行》中与吴磊合作的歌笋 CP， 这些形象虽备受好评，但长期相似的设定也让观众期待看到他的新突破。而陈星旭自东宫与彭小苒组成忘川夫妇，并凭借虐恋情节广受关注后，尽管后续在《一见倾心》《星落凝成糖》等作品中尝试了军阀统帅、仙界帝君等不同角色，但其塑造的 CP 形象始终难以超越前作。不少观众曾认为，他硬朗的外形条件可能会限制其展现细腻温柔的一面。萧启清朗的出演恰好打破了这些固有认知，展现出二人全新的表演维度。迪丽热巴此番不再是等待拯救的柔弱女性，而是气场强大的独立角色。陈星旭也突破了单一的铁汉形象，展现出刚柔并济的守护者特质。他们凭借精湛演技，完美诠释了成年男女间势均力敌的情感模式，创造出充满张力的全新 CP 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成功要素深度解析，深入分析便可发现，这对搭档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化学反应，主要源于3个关键因素：反差设定、细节刻画与角色契合。首先是反差魅力，聂九罗的冷峻与严拓的温暖，迪丽热巴的明媚与陈星旭的稳重。这种性格与外貌的差异，创造了迷人的戏剧张力。研究显示，恰当的反差能够有效激发观众的探索欲望，让人迫切想知道两人之间会产生怎样的故事。其次是细节呈现，无论是剧中聂九罗无意间流露的依赖，还是戏外陈星旭下意识的保护姿态，
这些细微之处都增强了情感的真实度。有观众专门收集整理了二人的互动细节，制作成合集后获得数百万播放量。而角色与演员的高度契合则为 CP 感奠定了坚实基础。剧情的推进让观众逐步沉浸在聂九罗与严拓从戒备到信任的情感历程中。当演员与角色完美融合，观众便自然而然地接纳了这段关系设定，三者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这对令人沉醉的屏幕搭档。幕后启示：屏幕情侣的感染力看似偶然，实则离不开演员的专业素养与全心投入。当表演者真正融入角色灵魂，通过真挚演绎传递出情感的温度，观众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信服这段虚构关系的真实性。这充分证明，动人的情感效果从来不是简单拼凑的结果，而是演员、角色与剧情之间相互成就的结晶。这种难以言喻的化学反应，正是影视作品中情感线最扣人心弦的魅力源泉。萧启清壤的开播，让迪丽热巴与陈星旭这对原本毫无交集的组合同频爆红， CP 感话题更在短时间内突破数亿阅读量，引发广泛讨论。究其原因，这并非简单的外貌般配或镜头效果加成，而是由角色设定、表演风格与真实互动共同构建出的立体化情绪共振。首先，从角色层面来看，聂九罗与严拓的双强设定具备天然的戏剧张力。聂九罗冷静、独立，带着命运赋予的孤傲，而严拓坚韧、隐忍，却在与他的碰撞中逐步释放温柔与守护欲。两人之间既有力量上的平衡，又有情绪上的互补，这种势均力敌的情感模式恰是当代观众最为青睐的 CP 结构。迪丽热巴的果决清冷与陈星旭的沉稳深情在角色层面相互成就，使每一次对视、每一次停顿都具有情绪张力。其次，从表演体系上看，两位演员都属于细节型表演。迪丽热巴擅长用眼神表达角色的情绪层次，能在不多言语的场景中传递人物内心的暗流。陈星旭则擅长用微表情表现人物的情绪意志与外柔内刚。当两种表演方式相遇时，恰好形成互补关系，让情感推进显得流畅自然。他们在镜头下的节奏一致性，包括呼吸、转身、停顿的默契同步，进一步强化了 CP 的真实感。再次，戏外互动为 CP 感进行了二次加持。陈星旭在拍摄期间主动协助热巴练习动作场景，水下戏份中贴心安抚，公开活动中自然的视线追随，都体现了他们作为合作伙伴的信任与舒适度。观众之所以对这些细节反应强烈，并非单纯因为甜，而是这些行为与戏中的角色关系形成良性呼应，增强了情绪代入感，让人更愿意相信这对 CP 的成立。最后，从传播学角度而言，这对组合的爆火具备典型的反差吸引效应。热巴的明媚大气与陈星旭的冷峻深沉形成视觉与气质上的高对比度，加上两人五官立体、同框适配度极高，使观众在第一时间就建立起美感连接。当这种视觉反差与情感互补叠加时，便产生了所谓让人上头的强烈屏幕化学反应。综上所述，迪丽热巴与陈星旭的 CP 感并非偶然，而是角色适配、表演互补、真实互动与外形反差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所呈现的不仅是颜值上的般配，更是情绪上的共振、角色间的牵引以及演员之间难以复制的默契。也正因如此，这对意外成团的银幕 CP 才能突破观众预期，成为当下最具讨论度的银幕组合之一。迪丽热巴简直太青春靓丽了，身穿白色紧身连衣裙分外清纯可爱。最近迪丽热巴的白色紧身连衣裙造型一出来，简直像往时尚圈扔了颗青春炸弹，炸得大家眼睛都挪不开。这哪是穿裙子，分明是把青春靓丽和清纯可爱两个词直接焊在了身上，活脱脱一本行走的风格教科书。先说说这条裙子的设计巧思，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气质放大器。紧身剪裁可不是随便来的，
他像个忠实的身材翻译官，把热巴的 S 曲线翻译得明明白白，却又一点不油腻，反而像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牛奶布丁，滑溜溜的甜，带着恰到好处的软嫩感。白色面料更绝，白得像刚下的雪，不带一丝杂质，穿在她身上，活脱脱一个从日系漫画里走出来的清纯女主角，连路过的风都忍不住放慢脚步，怕吹皱了这份纯净。再看细节，领口卡在锁骨下方，不多露一分却衬得脖颈像天鹅颈，裙摆到膝盖上方一点点，走动时带起的弧度像小波浪，把清纯感拉满的同时，又透出点少女的灵动。这设计简直是清纯与身材优势的双向奔赴。光有裙子还不够，热巴自身的青春 buff 才是神来之笔。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甜得像加了3倍糖的奶茶，配上白裙，谁看了不说一句这是我的高中女神。还有她的肢体语言，不像走 T 台那样刻意端着，反而像蹦蹦跳跳去买冰淇淋的大学生，手臂自然摆动，脚步轻快得像踩在棉花糖上，那种浑然天成的活力和白裙的清纯感撞出了可乐加曼妥思的化学反应，气泡直冒，感染力爆棚。网友们更是炸开了锅，粉丝在评论欧尖叫姐姐，这造型是偷了我的青春回忆吗？白裙热巴等于清纯天花板加青春发电机。路人也忍不住点赞，终于看到不刻意性感的造型了，这种清纯中带点活力的感觉太戳人。为啥这么火？因为它精准踩中了大众审美点，既符合传统对清纯的想象，白色简约，又不失现代女孩的青春活力，紧身但不暴露，灵动气质，就像奶茶里加了珍珠和芋圆，双重满足，谁能拒绝？想复刻这种风格的普通女生看过来。小技巧安排上，首先选面料要透气垂坠，别选硬邦邦的，像热巴那条一样，垂感好的像流水，走起路来带风才不显死板。其次配饰要简约，一根细项链或小耳钉就行，多了反而像圣诞树抢风头。最后妆容要自然，底妆清透，唇色选淡粉或奶茶色，眉毛别画太锋利，照着做你也能 get 到热巴是清纯风，成为人群中最亮眼的那朵小白花。总的来说，热巴这次的白裙造型是把青春和清纯玩明白了，从裙子设计到个人气质，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堪称教科书级示范。毕竟青春和清纯从来不是明星专属，只要选对衣服找对感觉，你也能成为自己的白裙女神。迪丽热巴以一袭白色紧身连衣裙惊艳亮相，再次成为全网热议焦点。她如同一颗青春炸弹，瞬间点燃时尚圈的热情，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忍不住为之驻足。从裙子的设计到整体造型，迪丽热巴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清纯与活力。紧身剪裁精准呈现出 S 曲线，却不失自然优压。白色面料宛如初雪，纯净无瑕。微微露出的锁骨与膝上裙摆，让少女感与灵动气质相得益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容，都像在空气中洒下光芒，仿佛时间都为她停住。不仅如此，迪丽热巴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更是加分项。轻快的步伐，自然的手臂摆动，以及甜美的笑容，让她仿佛从日系漫画中走出的女主角，充满青春活力与感染力。粉丝纷纷表示，热巴的白裙造型就是青春发电机。路人也惊叹，这份纯净与灵动感，简直是白裙女神的最佳示范。双引号，迪丽热巴的时尚魅力不仅限于造型，更源于她对细节的把控与对自我风格的坚持。无论是简约的配饰，还是自然清透的妆容，她都能将个人特色与潮流趋势完美融合，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风向标。此次亮相，再次印证了迪丽热巴作为娱乐圈顶级流量明星的综合实力，不仅拥有超高颜值，更具备引领潮流的影响力。无论是红毯、时尚活动还是影视作品，她总能以独特气质与魅力征服观众的眼球。可以说，
迪丽热巴不仅是一位实力演员，更是青春与时尚的代言人。她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视觉盛宴，每一次造型都是一次潮流引领。白裙热巴已然成为新时代青春女神的标杆，也让人期待她未来更多的惊艳表现。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